从10月初以来，俄罗斯从监狱中招募囚犯充当士兵后呢，他们又开始招募患有艾滋和肝炎等严重疾病的囚犯，而这些囚犯兵呢，还被俄军当成了一次性士兵来使用，成了某些人的印钞机。那这究竟怎么回事呢？又是谁吸了这些人的血呢？别着急，咱们接着往下看。8月下旬，乌军开始了反攻，分别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2州得手。俄军开始转入到了被动防御状态。事实上，从7月初，俄军占领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后，他们就已然没有太多进展，呈现了疲态。然而，就在俄军全线退守之际呢，位于顿巴斯前线巴赫穆特重镇一带的俄军在这里发起的攻势却异常凶猛。根据10月26号的报道，俄乌双方还在巴赫穆特地区持续鏖战，并且此地的俄军声称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块硬骨头。这一行为着实让大兵摸不着头脑了。要知道，在早3个月前，俄军呢就已经开始进攻巴赫穆特了。此前，俄军哈尔科夫195姆溃败，乌军反攻，红利曼被围，利曼失守。该地区的俄军依旧在进攻巴赫穆特，到目前为止，进攻还在持续。而巴赫穆特这个地方并不是什么战略要地，却常常传出战况激烈的信息。例如，一名从巴赫穆特前线下来的乌军士兵曾表示，那里的战场非常恐怖，地上到处都是尸体，鲜血已经将地面染成了通红色，在血液干后，整个地面都呈现出一种黑褐色，仿佛人间炼狱。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巴赫穆特战场如此惨烈，俄军还坚持进攻了接近4个月呢？原来负责这个地区的俄军实际上并不是俄罗斯的正规军，而是瓦格纳雇佣兵集团。有朋友可能知道这个雇佣兵组织的实际控制人是俄罗斯富商叶夫根尼·普里戈任，他与普京的关系相当密切，因此该组织所承包的业务远不止武装防护，经常会干一些脏活，因此他们也以下手狠毒而著称。至于咱们前面提到巴赫穆特战场非常恐怖，实际上呢也是出自瓦格纳雇佣兵集团之手。主要原因，他们是把从监狱招募来的囚犯送上前线充当一次性士兵，引诱乌军暴露火力点，通过远程武器定点清除。因此我们不难看出，相比于俄罗斯正规军，瓦格纳雇佣兵组织确实不太把这些囚犯当作一个鲜活的生命对待。但考虑到他们本来就经常干脏活，下限很低，同时又是一个营利组织，而且招募囚犯，这是双方你情我愿的事儿。一个想要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一个想要恢复自由身。在这种情况下呢，发生这样的事情似乎也在意料之中。不过，关于招募囚犯上战场的事儿，瓦格纳称得上是老手了。早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不久，该组织为了弥补兵力的不足，就跑到监狱去招兵买马，而且给出的待遇也足够丰厚，包括减刑、赦免以及丰厚的奖金等。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些丰厚的待遇确实吸引了不少监狱囚犯，特别是对一些渴望与家人重聚又犯下死刑的服刑人员。毕竟，如果去打仗，不仅会得到赦免，同时每月还会得到1600到3200美元的丰厚报酬，何乐而不为呢？根据莫斯科时报消息，迄今为止，瓦格纳集团在俄罗斯监狱大约招募了2万名囚犯。可能是瓦格纳在巴赫穆特的伎俩太过频繁，最近有消息称，他们甚至开始招募患有艾滋病和肝炎等严重疾病的囚犯。仅在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第5监狱就招募了100多名患有严重传染病的囚犯。患有艾滋病的囚犯被强迫戴上红色腕带，而患有丙型肝炎的囚犯则被强迫戴上白色腕带。当然，此举直接引起了其他瓦格纳雇佣兵的不满，医务人员也经常拒绝治疗这些患有严重传染病的伤员。目前根据乌军透露的信息，他们已经俘获了多名患有艾滋病或者丙型肝炎的瓦格纳雇佣兵，证实了这一消息。那么瓦格纳不计代价的作战方式究竟是为了什么？大家都知道，运作雇佣兵这种组织所需要的资金是相当庞大的，单凭个人很难做大做强。而瓦格纳能在各地开枝散叶，避免不了国家层面的支持，其主要运作资金正是来源于俄罗斯国防部。毫无疑问，这个雇佣兵组织的控制人是一项相当赚钱的工作，因此包括绍伊古在内的俄军方高层一直都对这块肥肉相当眼红。2020年，他们集体发难，
迫使普京将瓦格纳的指挥权移交给俄国防部。但招募新人员和维持雇佣兵的工作仍然由叶夫根尼·普里戈任一手操办。虽然这个普里戈任呢与普京的关系相当亲密，但在俄乌战争开始后，免不了无暇顾及他们。例如，俄罗斯国防部曾以各种缘由拖欠甚至取消了普里戈任的经济援助。换句话说，俄乌战争直接摧毁了瓦格纳的主要资金来源。在今年3、4月份的时候，瓦格纳的雇佣兵还能拿到3200到5200美元月薪，以每天50到55美元的形式发放，再加上鼓励战斗补贴和战伤补偿，也算是个不错的工作。当然，这个前提是你不在乎超高的死亡率。时间来到6月份，这个阶段的雇佣兵月薪已经降到了2200到3200美元，折合每天呢是20到35美元，并且取消了几乎所有的补贴。一些严苛的地区甚至还会拖欠阵亡赔偿金。此时的普里戈任几乎是处在下台的边缘，但是一个急于跻身克里姆林宫政治舞台的角色却拉了他一把，他就是普京手下的另一位红人，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当时呢，他希望借助支援战争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上位，为此他不仅提供了一部分资金，还积极招募车臣营来填补俄罗斯军队的人力损耗。但车臣的动员那是相当的恐怖，在各种威吓手段之下，开战初期卡德罗夫勉强凑齐了3000到5000名士兵。但随着这些志愿者变成棺材送回车臣，渐渐的卡德罗夫也无法压制内部的反对声音。为了维持刚刚获得的地位，他找上了普里戈任，两人可谓是一拍即合。普里戈任负责找更多的人去前线，卡德罗夫则接管这些雇佣兵的维护资金。这些人会被先送去车臣古德米斯的特种部队基地接受训练，从卡德罗夫的仓库获取装备，最后再被扔进战场。这样普里戈任既能够维持他的雇佣兵生涯，卡德罗夫也能继续获得政治地位的保证。此后在8月25、9月21，普京呢分别签署了13.7万人的扩编法令以及30万预备役的部分动员令。这2条法令的出台，无疑为普里戈任寻找兵源提供了更大的便利。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跑到监狱动员囚犯参军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普京扩编13.7万人和部分军事动员令，并不是普通性质的军事动员，也不是组建新的部队，而是俄军内部的经济再分配。粗暴一点说呢，这是普京对自己人的一种奖励。为什么大兵会这么说呢？首先，在8月底，俄全国志愿营的总人数应该是在13到15万人左右，这刚好符合普京新签署的13.7万增兵法令。同时，我们也能看出部分动员的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数据。那么，普京为什么会多此一举，要把这些人划归国防部的名下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中有普里戈任动员来的雇佣兵。而这些人呢，有了正规的编制，将不需要普里戈任掏钱养活，由政府直接出钱，再也不必遮遮掩掩。同时别忘了还有巨额抚恤金。总之有了更好的资金来源后，普里戈任便开始在监狱大肆动员。虽然在今年开春的时候，瓦格纳就已经开始从监狱中物色这些人员了，不过当时招收的仅仅只是有一定作战价值的前士兵或者前警察，现在呢，则是直接将目标扩大到了所有人，甚至那些已经宣判仍处在缓刑期的人也在其中。根据俄联邦监狱局和瓦格纳领导层的消息，从8月1号到20号，有多达3.5万名囚犯更换了服刑地点，这个数字直接占了俄罗斯总囚犯人数的7%。已被运走的人每月呢可以获得1600到2200美元的标准来计算，3.5万人每月最低就是5600万美元，这还没有算上受伤和阵亡情况下还能获得额外的赔偿金，这笔钱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至于他们从中可以捞多少，那大兵咱真不敢想象。毕竟那些一次性士兵的家人真正能收到多少，我们根本无从得知。综合来看，瓦格纳之所以采用不计代价的作战方式，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从克里姆林宫获得更多的资源。而巴赫穆特地区的惨状传回俄国内后，由于损失过大、名声不好等缘故，一般的俄罗斯人并不愿意加入雇佣兵。但话又说回来，这帮囚犯兵在战场上的表现又如何呢？曾经有一名被乌军俘虏的瓦格纳囚犯兵是这么说的，他所在的部队有3/4的人在巴赫穆特附近的战斗中死亡，
俄军还要求他们在面临被俘风险时自杀，但最终并没有付给他们说好的报酬，并且俄罗斯的动员官员并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训练，直接将其送上了战场。此外，一名战俘表示，俄军提供给他们的食物也非常的少，每天只够吃1餐。如果实际情况真如战俘所说，那么巴赫穆特地区的俄罗斯囚犯兵几乎没有任何作战能力，完全就是被瓦格纳当作印钞机来用，其命运可谓是极其可怜。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囚犯是包括杀人犯、强奸犯在内的各色人群，因此拿囚犯当诱饵也在情理之中。毕竟囚犯本身就犯有罪行，尤其是在这些以盈利为主的雇佣兵组织眼中，若能以极小的代价拿下一座战略要地，不仅能向普京邀功，还能以此为借口争取更多的军事资金，完全算得上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当然了，单纯依靠瓦格纳雇佣兵组织就想拿下巴赫穆特这座战略要地，俄军的算盘估计是打错了。作为一家盈利组织，瓦格纳集团与俄军不同，相比打仗，他们更喜欢赚钱，士气全靠经济激励。至于是否能啃下巴赫穆特这块硬骨头，他们似乎不是很在乎，只要仗还在打，他们就能赚钱。以至于打了将近4个月后，这帮愣头青还是没能啃下巴赫穆特。这种消极怠工的表现，不仅让人怀疑这伙人是不是拿了钱就只出工而不出力呢？总之，让囚犯参军在短时间内确实解决了一部分俄军兵力不足的问题，但这个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副作用太大。毕竟大量的囚犯成为士兵，肯定会把原来的各种恶习带进部队，而这些人手上一旦有了武器，就很难保证他们不会胡作非为。轻者呢是不听长官号令，严重的就有可能烧杀抢掠、杀良冒功。历史上许多支官军部队行为上呢跟土匪没有什么区别，这跟发配充军的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好了，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朋友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